好，观众们好，欢迎收看《早安中国》节目，我是方伟，又跟大家见面了。来，高姐打招呼。早安中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石山，对，大家好，大家好。哎，三人行哈。好的，那我们就直入正题好吗？今天啊。对呀，因为节目太有效果了，方伟非常高兴。我们在2周前为大家讲过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比亚迪的事儿。那这件事情呢，在中国曾经被他的对手，那长城的这位总裁啦，那直接就讲到了，他说电车行业当中的恒大已经出现了，所以一炮惊为天人。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我们也讨论这个热点。结果呢，今天呢有关的话题上了中国的热搜榜，那方伟就非常的高兴。没有，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讲到一个嘛，就比亚迪啊，他这个欠这个不叫支付要花275天，他由他的供应商去就替他垫很多钱哈，对，间接融资对，然后还被这个香港的叫做什么来着，叫做放空研究机构得出结论说有危险，结果呢？今天早上凌晨1点28分，比亚迪官方宣布说，为了落实国家和相关部委保证供应链稳定，比亚迪汽车宣布将供应商的支付账期统一到60天之内。我觉得高姐马上就说应该是。这是我们说成的吧，还是石山说的？我们当然就很高兴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个编辑就打电话进来说，从前呢有只公鸡，每天早上都打鸣儿，然后太阳就起来了，这公鸡就认为太阳是他叫出来的，意思就我们就是几只公鸡在那喊的，所以我说这个起码公鸡还可以这个。辩解一下啊，起码咱们是知道太阳要升起来了。这样好不好？我们问问我们的观众好不好？到底是公鸡把太阳叫出来了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们把比亚迪叫动了啊？因为我们是5月中旬说的，对，我们提前半个月呢。当时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同时发生，香港的一家做空机构嘛，就已经给他比亚迪出了一个算是做空的报告，认为呢他所有的财务的这个报表呢，资金链当中有问题，他的负债其实很高。那么为什么你在报表当中没有体现出来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他把所有的欠人家应付款这部分呢，他都改成别的名目了啊，会计上面名目呢改成别的名目，于是呢导致了呢他的债务不能够清晰的体现。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同时发生。那么后来呢，这个嘴架吵得太厉害了，中共那边呢就出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他还发了个文件啊，就是不能再那个内卷了，要停下来。总而言之，当时我们抓到的这个热点，或者是抓到的汽车行业当中的恒大，这绝对触动到了中共的那个痛点，这是肯定的。就因为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观众的力量哈，我们在那边有点搅人家局哈。对，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像比亚迪的这种做法，在中国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如果你够势力够大，你钱够多，你的公司够大，你的背景够足，或者是呢，你的这个级别够高，你就可以干这样的事。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并不少见。就是说，比如说国企欠这个供应商的钱，大的国企啊，政府欠企业的钱。就是我就拖着你啊，你拿我怎么办呢？就等于是我的营运，我已经很大了，但我的营运是通过挤压你们的资金来完成的。这种事情啊，在全世界都很难，很少这样的啊，只有在中国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直谈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当然是我说实话，这是由中国政府造成的，因为就是他太大了，没有人能制约他，所以你拿他怎么办呢？你发财也得靠他，你做生意也得靠着他，所以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很自觉的时候啊，把欠我的钱还给我一点啊！我们看到包工头，包括这个欠薪的民工，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他可以不管这个规矩，原来说好的我可以不管，你拿我怎么办？所以大家都眼巴巴的去，如果你去讨薪，你是恶意讨薪了，这一类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经济出现大问题了，我看到中国国务院是有发文件的，说严禁政府欠企业的钱，就是说你不能拖企业的钱，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造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最大的一个循环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资金呢，通过债务把它这个链条绞得太紧了，马上就要断了。一旦这个中国的整个这个资金链一断，可能是整体经济的这个链条就断了。所以这个已经非常严重，我相信是
这个攻击啊，不是我们，这攻击是国务院。包括那个长城的那位啊，长城那位总裁，他是先跟新浪网的总编做这个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引起了整个大家的轰动。他们两个先是对来对去，怼来怼去，然后呢，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件事情的重大。我们更重要的呢，是想为很多广大的一些大陆的朋友了，因为呢，虽然呢电动车10几万、20几万，但是呢，它涉及的面儿一旦成为恒大烂尾了的话，遭罪的是那些接盘侠，对不对？遭罪的是那些开车的人，所以呢，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没错。那好吧，那反正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们做的节目嘛，通过我们为什么在美国做个节目叫《早安中国》呢？对吧？对，我们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得到最新的资讯。我们希望隔着太平洋那个叫声，能够把他们给叫的早上起来。所以呢，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新的观众朋友，大家记得能够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啊，一个是方圆时间，一个是早安中国。然后呢，听完节目把它转发一下啊，让我们的力量不断的滚大哈，最后真的成为叫做什么？我们也成为中国的一个什么第4权，当然它没有前3权，它就一个权，我们成为中国第2权，好不好？这里边呢，更重要的也是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把你们所知道的哈一些讯息、事件，或者是你的一些观点，因为你在国内你没有办法讲啊，国内人明白人多的是，只是呢全部给摁下去了。那把你的知道的一些内幕啊送给我们，下面有信箱送给我们，我们呢替你发声，把这些事情呢讲出来。好，我们下面讲什么话题？今天最热点的喽。美中贸易谈判，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其实刚才看了一阵，我看的有点，我不知道怎么描绘我的心情啊，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早上是川普兴高采烈，说基本上就是要搞定了的意思。对，那中国那边啥也没说，就一堆就是全是虚套套的话啊。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这细节在事后面的不断的这个叫做公布出来嘛。对。那么我觉得这里头关于这次哈，这个中共真的是稀土掐住了美国的脖子。是吧？对，美国就是最后说，川普说搞定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如何让步，条件是他先把稀土放出来。结果呢，我好像后来看到说，这个中共说我稀土啊，我只给你6个月，6个月的执照，还要再 renew， 所以什么稳定性叫做 predictability 哈，就是叫做预见性都没有。然后呢，中间还讲了一个细节说。这个卢坦尼克跟贝森特说，我们除了替我们美国人要稀土之外，也替别的国家。那我想他肯定指的是欧洲或者日本嘛，对吧？那被人家中共关门啊，就不谈这个，跟你们没关系。他说不是我们没要，他的意思就是说跟大家说不是我们没要，他没答应。但从这件事情中，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中共在稀土上这件事情哈，他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事项上。哇，他真的是有很强的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控制力啊，没错，影响力啊，对，这个事情，那个中国向美国要了什么？那个现在有没有报道？有啊，当然有了，他什么都要啊，他要华为的这个芯片要放松，他要这个学生签证要放松，他要这个美国像中国本来要不这个叫不卖那个发动机，你知道，飞机发动机他做不了，对，美国要进口给他才行，没错，还有这乙烷。当然，乙烷是很荒唐事，美国乙烷多了要命哈。没错，那就说 for some reason 中国就是缺乙烷，那么他全让他放松。还有那个高杰上次讲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半导体的设计的那个软件要放开 EDA， 对，那个要放开。所以这个事情有点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说上一次不是日内瓦那个事情。就是大家谈了嘛，是中国要供应这个稀土啊给美国，然后就没做嘛，然后美国就开始这个飞机发动机也不提供了，其他的零部件也不提供了，然后学生签证也收紧了，然后这个 EDA 也开始就完全全面收紧了，现在就是回过去了嘛，在我看来啊，就是回去了。而且这里边有一个中方要把中国留学生签证恢复。现在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已经前天又抓了一个密西根大学的女生，又带进来一个线粒什么体那种线虫叫线虫，又给抓住了。所以呢，这一段时间美国在这方面的国内的情绪是非常的重，包括媒体大篇幅的报道，所以大家看到，咦，
他说这你看你讲了那么多重要的发动机等等，他还非得要这个留学生留在美国，你这都弄回去建设中国不就完了吗？美国这么不好，所以什么原因呢？你觉得看那么重干嘛？对呀，很多网友是不是领导的儿子在这边，是这意思吗？这个网上很多网民都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用了这么大劲，又是稀土，又是这个的，又是那个的，是为了领导儿子可以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去美国留学的签证，或者是在美国的财产。这个你的财产放在这儿，你来不了了，你放这儿有什么用啊？是啊，这个他就很多网民是这么解读了。你觉得这个合理性有多大？我觉得肯定是相关的，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其实也同意。对，因为真的是很大比例的中国的权贵的资金是在美国的，是原因很简单，美国安全，而且你作为美元资产，放在美国呢，你更安全。就是美国保护私有财产嘛，对不对？里根总统已经，美国是先立法，那美国里根当年已经是为了保护伯克利大学的私有财产，把这个国民自卫队都给调进去了，所以呢，他是能够保护私有财产。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美国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件事情网上有两种非常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个呢说这次呢选择在英国。英国和美国是第一个达成关税协议的国家，结果呢，中国呢跑到英国那儿去跟美国谈完了之后呢，说你看中国这不就是给英国给全世界秀出了一个榜样吗？你英国那么快就跟美国低头了，你看我们终于把美国最难的这个稀土给掐得死死的，都拿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怎么样？我给你们全世界，给你英国做出了一个典范，就认为呢。川普呢，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彻底这件事情被中共掐住了死穴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说，你看中国这个词呢，你别看他说的很的虚，它叫做达成了原则性的，是框架，协议框架，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框架。而且呢，人家川普都列出了很多数字啊，55%的关税吗？中国那边只有10%哦。以前中国是差着美国的税是非常之高的，现在呢，这个人家拿到实在的东西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呢，其实美国回到了原点，美国没有损失啊。对，所以呢，美国其实。这次是达到了美国当时想要的目的啊，两个不一样，就到底谁赢了？可是我觉得那个这个美国的产品去到中国现在一般而言平均关税就是33%。对不起，像这个中国现在在给10%，是什么意思？33加个10吗？还是不超过30%？对，现在要说不清。对，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川普政府他的谈判官员谈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落到实处其实都不清楚。没错。当然了，美国针对中国加的55%，就是以前的10%，芬太尼的20%，再加什么第一届的25%，换言之就是承认现状，对不对？这是这个问题嘛？没错。而且我觉得在芬太尼上的事情，我特别要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卢坦尼克跟这个贝森特就说服中方我看到那个细节，这个卢坦尼克自己说的，他说20%芬太尼，你们要不要把芬太尼停下来？中方官员说，我们控制芬太尼非常困难。那卢坦尼克就说，你们控制稀土1个小时就做完了，你们控制芬太尼怎么可能1个小时做不完？那对方就说我们就是很困难。好，那最后呢，就还是留在这个地方，20%对这个芬太尼。在我看来，我在我节目中我的观众会知道我大概2个月前就说，我说芬太尼是针对美国的鸦片战争，对，20%他太愿意继续打这个仗了，没错。我真的给你20%啊，我两国上这个成本价差多少？我给你20%，我每年杀掉你7、8万人，然后腐蚀你这个叫做年轻人的叫做什么呢？士气跟精神。对我来说，我绝对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仗打得太便宜了。对，所以我当时说要升到200%才能让中共收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样谈下来的话，我一个整体印象跟两位说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恐怖平衡，但没有到那么恐怖你知道，在冷战时代，就是说你打我。你用原子弹打我，我把原子弹打你，最后全部打光。对，因为这个缘故，你不敢打仗。现在一样的，就中共就拿着那个稀土，等于掐住美国的脖子，美国就找了好几双手去掐对方的脖子。就双方就这个样子。对，所以达成的这个所谓的协议，我觉得一点都不稳定。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都可能翻盘。都可能在翻脸，我说翻脸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而且6个月的那个时间点很讨厌，已经到年底了，已经快马上进入中期选举了。这就是我说的，我认为中共的谈判的整个策略就是这样，它就是拖。就为什么要拖到明年初？
再正式翻脸，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现在翻脸对美国其实没有太大影响，没有什么冲击。到明年初的时候再去翻脸，那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这个谈判成这个样子，如果我有个机会跟川普提2个建议的话，我就想强调2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川普他要认识到，不让中国的留学生到这边来，不让他来替他爹数钱去提钱，这是他们最怕的，这是掐死他们脖子的。川普可能无意中，那就这个给你呗，他能不能意识到中共官员高官的个人的利益，那才是他们的七寸。他认识到这一点第2点，我觉得就是芬太尼，20%你想阻挡鸦片战争，对于你的这个叫做年轻人发动的战争、杀人的战争，你是挡不住的。没错，我觉得这2点，我认为川普政府都认识不到。对，我做这个芬太尼以前你做芬太尼？不是，我做，给我们看看。做这个芬太尼的这个采访报道。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就是已经到了海外的一个海关的一个化学品的一个人，他是专门做化学品的这么一个，他还是个官员。他跟我说，他说他就笑，我们问他，你这个到底是管不住呢，还是说这个是你们故意放的啊？他就笑，他说怎么可能管不住？他说我随便问你，随便问中国的大学的这些学生，有毒的这个，比如说氰化物比那个芬太尼的那个差远了，是吧？还有其他的这种有毒的这物品在实验室里面是怎么管理的？这个我是知道，因为我们上大学曾经就是有剧毒的物品，你进去呢，你要签字，你的教授要签字，然后还你有多少量，用完了做完试验以后出去还要有人看量用了多少，再签字你才出来。他说你那个东西，那个都是按克来算的，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控制的紧紧的，按克来算的。他说怎么可能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按吨来算，他管不了呢？这个笑话，他说这完全就是笑话。当然，这个你现在刚刚讲这个恐怖平衡的事啊，我突然脑袋里面冒出一个画面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2个人在街上对峙了啊。这个恐怖平衡是什么？你拿一杆枪，我也拿一杆枪，是吧？但是美国身上枪太多，不光有枪，还有导弹，全部拿出来了对着你啊，就是很厉害。但是说实话，致命的就是一枪，中共手上就2把枪，对吧？一个是稀土，一个是芬太尼，就2把枪。虽然这个枪很小，火力不如你的猛，你又是导弹又是什么的，但是一样的结果是吧？我们俩站在对面，一枪就干掉了，就死了个屁的。所以他那1把小枪就是有用，他现在就是那个像稀土这个事情，是中共处心积虑从80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的，就是说我未来我就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那个邓小平当时就讲这句话嘛，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我哪怕全行业亏损，我哪怕补贴，我一定要把这个价格给垄断和控制住。他怎么有那么强的一个预见性啊？现在从电车到军用飞机到导弹都需要这个小磁铁好像一块就那么小一点，像个什么那个叫做口香糖那么大。没错。他怎么有那么强的预见力呢？在80年代。你不要小看啊，你知道美国不是有本书叫百年马拉松吗？是。也就是说，中共这100年以前就已经想好我要怎么一步一步做这个事情了，他从来没有变过这个大目标。中间的任何谈判啊、开放啊、友好啊，然后给你打架啊，如何怎么，都是中间的小分歧，但是他这个长远的大目标从来就没有变过的。其实这次呢，它这边有个钚的那个元素它在美国这个100%从中国进口，就是有的呢是几乎所有稀土里边是90%，现在有的个别的是100%都从中国。这个呢对美国的军工业的产品影响非常之大不管是发动机里边刚才你说到的磁铁，甚至民用的这部分全都涉及到这个稀土。但是刚才呢你们讲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那么多枪美国有那么多的枪，可是呢就这2把枪为什么它就不能够去
像你说的100%，咱们就断了这个关系吧。你们想一想，为什么川普不能做？他真的是不明白吗？我觉得啊，我认为那2把枪呢，其实打不死美国，但是美国是受不起伤，因为你稀土一旦断怎么办？这个叫做福特已经是关了1个星期了啊，就是各个产业要停产，在紧急状态下或者要停产，美国受不了这个损失。你让中国哪个企业停产？So what？只要领导能吃得饱，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他不管那些事儿，所以美国的。怎么讲？总统也好，政府他要照顾到他的民生，他的企业，对不对？那至于说芬太尼这个打死年轻人，这对于美国来说，他，我觉得他认识不到了，这对他当然很痛哈。美国人的生命是很金贵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中共那边就是说双方承受损失这个东西不对称，对吧？所以你美国10几杆枪，确实你也能打得他遍体鳞伤，但打不到领导啊，是一个时间差。中共呢就在打这个时间差。你给美国足够的时间，包括越南也有个稀土厂，但是呢现在都不能出口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什么税务的法律问题，现在不能够生产。美国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已经搞了这个稀土的，已经不断的在做了，但是呢也是衡量之后呢，现在发现它涉及到一系列的生产链。每一个环节当中呢，现在对美国构架这个东西现在还不成熟，所以又不了了之。本来要做2个这个稀土矿，所以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时间差。现在呢，川普已经决心把这些东西都拿回美国来，他需要时间。那你这个时间差对中共来讲，他2027年要打台湾，今年是2005年，所以这从现在开始到2008年之前到2007年，中共怎么拖过这一段，拖过难熬的川普时期，这就是他所关注的。而川普在这段时间，你怎么去跟中共在这样的一个关税过程当中，你不要被他套牢了。所以今天美国股市其实欢欣鼓舞今天其实一开盘的时候涨得很厉害的，已经把整个从4月2号美国股市大跌了将近20%的这个全部都已经收回了。但后来又跌下来呢，是主要中东那边现在又紧张了，那边又紧张，咱就先不说了今天。所以整个的市场一看中美之间缓和了，企业整个华尔街那都特别的高兴，你就知道。川普政府他们所经历的美国企业这方面的给他的压力，市场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我补充一下，我往前看一看，就是说中共想拖，对不对？拖到中期选举，拖到川普4年之后下台，拖到变数产生，对，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川普这边呢，是我先拿到稀土，我先尽量拿到，我肯定会做我的替代方案。对，双方不是打这个算盘嘛？对。其实往前看一下哈，我认为川普4年之后，如果万斯上来，卢比奥上来，中共比现在还惨。这是我的看法。对，一定的。对，川普其实是个想做生意的人呐，你只要让我这个跟你说生意就是不赔钱，我才不管你在那干嘛呢。可是万斯跟卢比奥不是这样的。对，他会不让他们存在的。他们对共产政权的这个本质认识的是非常的清楚。是，所以中共在往后等，他不一定等到什么好果子。和川普比较的话，川普是最温和派了，对中国。商人嘛，他是个商人。对，没错。Anyway， 其实对美国来讲啊，第一个是还没有让美国够痛。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这是美国这个国家还没有痛到说，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是，他觉得痛吗？你觉得？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决出2党都有共识了，够痛的了。现在已经开始痛了。他现在是没招，你知道吧？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痛了，但还没有够痛，还不够痛。我非常同意石山。我怎么打这个比方我昨天跟一个网友在 X 上在那争论他就说美国现在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美国是不行的，一旦打起仗来的话，那中国的差距会拉更大。我说 no， 我说正好相反。什么叫够痛呢？那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把美国这个巨人唤醒，那叫做痛。5天一辆大型的这个战列舰出来，5天做一个以前是半年做一个。所以呢，那就是美国一旦醒过来的话，这才是叫做沉睡的这个叫巨石。所以呢，对，确实没有，我觉得没打够痛。对，他用不着跳起来去如何。没错，因为这个事情那谈到珍珠港这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你查一下历史就知道，日本人也都做精算说你问我日本的航空母舰，大型航空母舰的这个数量超过美国加英国加全世界全部的数量。对呀。对不对？我这个你按你现在的水平这个速度再加1倍，你5年之内你也造不出来几艘对，当时日本也是全世界的钢铁和制造业大国。对，他没想到，就是说4年以后，美国居然搞了100多艘航母跑去打他，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想想，
日本当时它的制造业美国人有人当时说日本是一个泥足巨人，就是说它这个制造业基建在什么？基建在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要进口。钢铁、铜、铅，什么这个所有石油这一类的东西都要进口。其实你看中国现在情况类似，中国的铁矿有没有？有，但是中国铁矿呢是质量有问题，都要从这个澳洲啊，或者是巴西啊，这些铁矿石，其他的也有啊，包括锂，包括铜。在和平时期，这个没问题，你可以买嘛，对吧？但是战争时期来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那你以为美国人不会去把这个巴拿马运河掐一掐，把这个地方掐一掐？这个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它就发生变化。这个我在2019年吧，我在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哈，南加大当时是叫做金里奇哈，美国的前国会议长金里奇在那做演讲。旁边南加大一个学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哦，他说专制国家对民主国家到底谁更有力量？难道不是专制国家动员国家力量的这个规模跟速度最快吗？对，那难道人家没有更有优势吗？金里奇当时就说，他说一般情况下是，但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当初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是谁打赢的？但大英帝国的军队绝对是超过美国的民兵的。可是当一个自由国家的人全部都醒过来的时候，人人都发自内心去为这个国家做事的时候，他的焕发的这个叫做潜力是远远超过专制国家他能动员出来的东西。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啊。那你说到关键点了哟，刚才得唤醒啊。对，是。那当时的唤醒就是有这个潘恩他们常识啊，华盛顿这一批人不断的在教育当时的民众啊。那个时候都是要蜡纸、小报纸那种很原始的那种状态，一天50万那个常识册子，全美国在发耶。那你看今天，刚才你就说没痛，它怎么就不痛呢？那你媒体报道多少这些事情？有多少媒体还在替中共讲他中共怎么好？今天美国人的唤醒怎么能唤醒呢？怎么唤醒美国人？他们醒不了啊！这早安中国跟那个方远时间再扩大10倍，就做到一半了。但是今天你就没有那种感觉。你打到珍珠港的时候，哇，航母都沉了，然后呢死了那么多士兵，这是眼见的。可是1年内7万到9万的美国年轻人死亡了，那哪个媒体把它大肆的去讲呢？只有川普上台的时候就天天讲。到你到别的政府的话，他就不讲了，媒体也不去把这个事情当成热点。如果今天美国的自媒体，包括他的媒体，能够把这件事情1年比越战人死的人多，咱们天天报道的话，美国人会不会觉醒？那他现在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说你要给中共芯片呐，中共的这个人才更多，你要不给他自己就全都崛起了。所以他这种调调，从华尔街，从企业家到媒体，全都是这个调调。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这个现状，也不怪人家王沪宁说。美国打败美国，美国打败美国。那它这里边又有中共的这种力量渗透进来，包括呢，他对华尔街、对网红、对媒体这种收买利益上的钱呢，这是不是最近不还要去弄美国的网红30万的网红，让美国的网红7月份到中国去30万讲好中国故事的网红请到中国去，所以可见现在的媒体已经发展到网红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不对？包括美国现在大家都觉得哇，你这个很不像话的这一堆左流媒体，它的影响力是一天一天的削弱，对不对？关键就是谁来代替他们，对，谁能够填补这个叫做给老百姓知情权的这么一个渠道，那我想您看的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我是希望大家都这个 subscribe。方伟的节目让他变30万，你就给去了。中共会邀请你吗？我就有资格，就请中共请我去好不好？搞不好我还拽上2个朋友，一个叫13，一个叫高杰，我们一起。方伟，人家中共不是找过你吗？托多少人给你带话了？早就给你带话了，你不是没回去吗？这倒是，不过说不定我现在又再想一想，不是可能价格会提一下。对呀，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你回过头来看，在美国川普政府他所面临的很多的事情，如果不是有这个今天的 X 平台，这马斯克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个这个 Rogan 的那个 show 哈，他可能他当时对让美国民众醒来的这种力量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所以你怎么能够让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华尔街，包括呢美国的民众知道你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有多么的紧急？其实在美国是有点任重道远。你别看川普现在手里有权力。我要不要再给大家加点压力哈？但
是真是发自内心啊。我觉得因为最爱美国的，又最知道美国危机的人，就是走过共产主义的这些人。所以我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叫做美籍华人，那中国大陆来的美籍华人，越南的、古巴等等之类的，毫无疑问，我们是力量最大，我们是就是叫做感受最深的。美国华人要起这个作用啊，大家别小看了自己，因为别的人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他想不到。没错。我们想到了，然后就不做，那起码你还解决一半问题，你想到了，对不对？你剩下只是做不做而已，人家是不可能做的，因为他没有经历那些东西。我在旧金山码头上，我跟新田碰见一个美国的爸爸，跟他聊天，讲到他儿子喜欢社会主义，喜欢去中国。那我们就很觉得奇怪，你怎么会让孩子这样呢？他就说，孩子长大了，世界是他们的，随他们去吧，爱什么就怎么着。他老爸就这么个态度。你说这样的人，你怎么让他去起这个作用？醒悟，他绝对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觉得醒悟的人真的是有责任。你别说一个普通的人了，那桑德斯他们不就打出来要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旗号吗？那还是总统候选人呢。所以美国的舆论和美国的现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那种自由，他们已经不知道当年美国啊，里根总统啊，包括共产主义怎么回事，他们已经忘了，他们不知道，现在就觉得中国挺好的呀，有那么多便宜的商品呢，人家到了中国发展的很好，连川普不都说吗？中国发展的很好啊，美国像第三世界啊，这个基建。我们刚才讲到13讲到这请30万网红去到中国，真是不缺，大家都去啊。原因就是我们待会来讲到那个是台湾那个馆长的事儿，对不对？对。这个特点就是这些网红一边做节目，还有一边就是在想他怎么赚钱。对不对？对。所以用钱就可以把它带动。没错。请他走那个红地毯，走过一个叫做什么，这个英文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一个设好的一个局，出来之后脑袋就晕菜了，就这么回事哈。所以网红都会为钱所动。所以我刚才才跟石山说，对，我就跟石山说嘛，我说有些人他不为钱所动啊，好像是我们这些人好像不太能够被钱请动吧。对，没关系，他只要能收买到一部分，他就可以这个做他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现在美国就是包括川普在内啊，他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其实是错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意识形态。对 ，humanity，这个东西，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重要的东西。美国现在政府已经把这个东西，很多政治人物啊，把这个东西放弃了。这个你包括西藏的人，包括维吾尔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包括基督徒地下教会的，包括在中国有大量受到伤害的人，包括活摘器官，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反人类的这个罪行。美国人当他把这个最有利的这个东西放弃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被动。这个是很早以前我们就谈到过的，你会越来越被动。现在道德制高点，现在就是这样的。你从那个 Hillary Clinton 当国务卿去这个中国的时候说啊，人权这个贸易比人权要重要的，从那一刻起你就知道美国人已经把他最好的、最有效有力的一个武器自己把它丢掉了。那个对于中共来讲才是核武器。那你把这个东西丢掉，你现在天天讲好，你稀土好换你的芯片，然后你这个全部变成利益之争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在你这边，那你们俩自己闹呗，对不对？所以过去中国有句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当中共它强大了之后，他发现这个方式放到整个的你们所有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这些国家面前啊，都好使。那这个时候他就肆无忌惮了，那他有的是办法，他最善于用这种人性的弱点去诱惑你。就以前就看这个圣经启示录啊等等的哈，什么总是基督教里总说最后的大审判啊，我那个时候就很不理解啊！你想象，全世界现在有80亿人了，地球人，最后大审判你怎么去审判呢？哇！我越来越觉得很有意思耶。那你说中共这么一个政权，你最落后的非洲，最发达的美国，简直全球没有中共不去的，包括这个北冰洋啊，这个等等的这些地方，格陵兰岛没有中共不去的地方。那结果呢，他就在所有的中共，刚才我讲到了，他就能够用这种有钱能使鬼推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把你所有的国家、企业、
个人，包括小小的留学生，是吧？他全部给你扫一遍。你这个已经落后了啊！我去香港的时候，那个中共的商人说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磨推鬼。反过来，他说这个钱的力量他说钱力量太大了，是不是有力量？确实有力量，确实有力量。这个是出于基本人性，所以我们除了你要看穿中共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也要看穿一些人性的一些基本的弱点。我想这个世界上可能确实有很大一个比例的人，他在面对这么大的金钱的诱惑的时候，他是没有抵抗力的。尤其是当这个全世界放弃了这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判断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变成一个利益的时候，他大部分人更是没有办法能抵抗这种诱惑，你很难抵抗。那反正这个频道啊，我就在这说一下哈，就是说您看到的这个频道，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我们是不会被钱收买的啊，我们就会坚守这个阵线。这样的，我觉得媒体就是您应该支持的媒体。当上次石山说1000万可以收买的，开玩笑的啊，我再加2个0，他大概收买不了，就这意思哈。大家要支持这样的媒体，我觉得我们不会被他请动，也不会被他买掉。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媒体的本来的功用要把它发挥出来，而且长长久久。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里边呢，可能这一瞬间啊，过去这20年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哈，中共有点好像所向披靡啊，在钱的面前。但是呢，我在2024年。我们看到，我觉得包括马斯克啊，他自己呢直接就站出来，他从收购推特开始，当然他关注的是美国的议题了，但是呢，他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当时什么现象。那么结果2024年我们看到的选民，包括川普得到的整个一个红潮的这个觉醒，所以我觉得还是低估了人性当中，他真的看到那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他那个辨别了是非那种力量，我觉得中共看低了这个，他现在是因为整个的媒体不报道这些事情，现在基本上你要看这些事情，就是英文就是 X 嘛。我们前2天不见了一个朋友嘛，他在德国，德国根本不知道美国是怎么回事，还建议方伟，他把你那个美国常识那个节目能不能弄成德文的？德语化就是没有，因为大家你从美国之外的，他都要从媒体得到消息。谁能想到美国的真实的这种民意、这种思想、这种辨别是非的这些，你要从X 上面去找到这种消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他低估了这个力量。那更重要的就是普及，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时候，你能够让整个美国人觉醒的时候，你得让他明白，不仅是美国人，我相信在整个世界上，你的声音更大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挺不好意思、很羞耻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不会为中共站台了。当你没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可不就是吗？大家都这样，那他们都这样了，你连国家都这样，企业都这样，我一个小小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这种勇气也是会传染的，这种真相也是会传染的。所以在这里呢，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呢去传播这个真相。好，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呼吁捐款哈，我们不要中共的钱，但是我们需要运作的经费哈。大家能支持我们，给我们捐款的话，我们会非常感谢。我们要不要花几分钟来讲讲马斯克跟这个川普的一个不叫大逆转吧，一个大重合，叫什么也好。那么当然说的是据说啊，现在我看了那个叫做华盛顿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我其实不太知道现在怎么相信他，就是权且他说的是真的吧？说是上个星期四马斯克发了那一堆东西之后，星期五晚上。那个 Susan Wiles 啊，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或者叫白宫幕僚长和万斯给马斯克打电话了。结果呢，昨天晚上马斯克给川普第一次通话，今天早上马斯克发出来说我针对川普说的那些话，这个不合适啊 ，it went too far 啊，就是说的太过分了。对所以呢，是凌晨2、3点钟发的这个推是，然后川普现在记者当然就逮住他赶快问了，你怎么看呢？川普说 I have no hard feeling about him，就我对他没什么就是叫做什么不好的想法啊，但是我要专注于国家。所以这里头带来2个问题嘛，就第一个呢，双方的关系现在是不是就是恢复如初？第二呢，双方是否会回到当初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石山你怎么看？我不知道，我相信会，可能有些人会不理解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在学校，你比如说在大学或者在中学，男孩之间经常打架，打得最凶那个过几十年关系最好。
不打不成交啊。对，都是这样的，很奇怪。因为这个就是会打架的人通常啊不会背后去算计，你的心里没藏着别的什么弯弯肠子，对，打完了打对了就打对，打错了，然后大家就慢慢就交往，反而走得很长啊。但是当然有另外一种文化了，就是比较阴性的，比较就是表面上对你特别好啊，然后这个私下藏的这各种弯绕去怎么欺骗那种关系，你那个有用吗？我觉得那个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因为真实的关系是直接的。就是你起码是 honest asshole。那今天我看到马斯克的那个，我自己是蛮觉得感动的，因为你知道一个人，特别是像马斯克那么有钱，然后那么大的影响力，那么多的 follower， 然后呢跟总统干到这个份儿上，他自己道歉，他说我错了。我觉得这种勇气，哎呀，我真的是很欣赏。我以前我说有点像赤子之心哈，然后今天他做这个动作，我觉得哇。真棒，因为西方有个谚语嘛，就是你被别人摘下面具的话，那是一种屈辱；但是你自己勇于摘下面具的话呢，这是一种勇气啊！你自己能够战胜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勇者。所以呢，在这里边，我得给马斯克点个赞啊，真的很棒。我错了，我过去呢发的这些事情，我走得太远了。然后呢，跟川普之间彻底的，最起码现在看到彻底的好。然后呢，他的股票现在呼啦啦的就开始涨起来了。那你说到他的股票，我觉得也跟这个稀土有关系。对。因为马斯克做的是电动车嘛，它里面它的电动机需要更多的那个你说的小磁片，包括一些电池的材料等等啊。如果这个稀土禁运越来越厉害或者怎么样，短期内受伤最多的可能是特斯拉。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达成协议在伦敦以后。所以特斯拉升的特别多，一下稀里哗啦就升回去了。这个可能我想啊，我觉得啊，这个当这个关税战打起来，打到稀土的时候，马斯克心里面是又紧张又绝望，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这个很多综合因素，这个压力下啊，他可能当时有一些。有一些爆发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但现在起码是外部因素解除了一个，特斯拉起码是可以正常营运了。这个事情，这个可能跟他讲说，这个老川还是想着我的嘛，谈判的时候特别的去做了一下这个事情啊。你知道那个今天摩根史丹利。他们发了一个报告啊，10号，今天11号嘛，昨天他发了一个报告，他们说呀，他说很有可能呢，马斯克是做了这么一个局他已经现在我们说阿斯伯格症啊，这阿斯伯格压力太大了，我们是这么看的。昨天人家在报告当中认真的写了这么一件事情，说呢以他自己的身家呀，他特意呢去做这么一个局，然后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呀，我都忘了他那个 point 了。就是他能够呢，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一个短暂的切割，这是一。第二个呢，他能够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力量，因为他太有钱了，他的企业的市值加上个人的几千万啊，3000多万，3000多亿。那么用这种方式呢，他太 care 美国的这个国税和国债了哈，这个国债以及这个赤字了。他用这种方式呢，不断的在给国会施压。所以呢，他说你们想一想。马斯克是个什么人？他当年买推特的时候，整个的市场没有人看好他，没有人看好他，他怎么干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他怎么可能在他那么 care 美国的赤字的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呢，他自己就这么说完事儿就不管了？不会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马斯克有意布的一个局，不是说跟川普布的局，是马斯克有意为之，然后呢，不断的给国会呢去施加压力啊。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有意思的，就是哇，我天哪！如果说咱们还说他是有人说网友说是不是川普跟马斯克做了一个局？现在呢，连这个小摩他们自己都做了一个财经报告，但他主要呢是对这个投资者嘛，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低估了马斯克的这种能力和影响力，所以呢，接下来这种震荡，估计特斯拉的股东们已经习以为常。讲的是这么个东西。但是我完全不同意啊，因为马斯克当初他买推特的时候，从2月份开始哈，是多少？2022年初，他每一步我都说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说他喜欢推特的那个程度啊，他的想法我
我3号我就觉得我知道。哦，他最后玩的那个，他最后把整个球逆转过来，对不对？人家追着他屁股后头，对，就是你买吧，你摔烂的杯子你来买。对，当时我就说，你知道整个左翼有多少富人可以把推特买走？没有一个白马王子。我当时就说，他们以后肠子都要悔青了。倒过头来追着马斯克屁股，后来要他买到手之后他就完了，因为这些人呢，这个高官富翁啊，这些比尔盖茨啊，他全都不懂推特的厉害，因为他不用，他们个人不用，马斯克一天到晚生活在上头，所以呢，我说我绕这么一圈，我说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摩根斯坦利他自己猜的，马斯克这么去玩这个球，他不可能的，因为他不能够预计川普的反应是什么，川普可能把他干死啊，对，但是马斯克他就是其实他是个很简单的人，所以没错。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你们觉得支持方伟的观点还是支持小魔的观点？支持方伟的观点的打一个1啊，那就是真性情啊，他真的是跟那段时间控制不住自己了，阿斯伯格症啊，发癫，用那个网友妈妈讲是发癫了。那个呢，小魔呢就说他有意的设计这个东西，他太 care 这个赤字了。1和2是哪一个打下来？好，全网大竞猜。对，我必须想问一下，你有阿斯伯格症吗？没有，我好像没有。你没有啊？你去检查一下，说不定你那么理解他，说不定你也有。我跟你讲啊，阿斯伯格症有一个诊断的方法，就是不能看人的眼睛，不能直视人家眼睛。你看，我就一直盯着石山的眼睛看。对，我看他什么时候自己不敢看我。对，马斯克也都是啊，他跟大家讲演讲的时候也都盯着眼，没看他躲闪闪。没有躲闪，经常都到处看的。啊，真的吗？OK。他有这个社交的障碍。有社交障碍，这个能看出来。而且我想往前预计哈，马斯克如果回来跟川普和好如初，星期4发生的事情，他一定还会再来一遍，过了之后就再来一遍，他一定会这么干下去。那就真是阿斯伯格症了。我今天在 X 平台上看到一个很短的视频，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时间是怎么样。就是上面说，哇哦，他们 they hug again， 就是说，川普见到马斯克，两个人见面握了手，还抱了一下，然后就走。应该是假的，对他俩今天的活动时间不在一个场地，对，应该是假。大家太希望了，所以很多人很开心，因为他俩吵起来之后，很多人太伤心了。那么这件事情这一道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才是真正两个爱美国的人。我记得当天我们在讲嘛，这两个人都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对美国的这种爱超越个人的这种意见，才能走到一起。现在真的他俩就走到一起了。马斯克后来也不断的。包括洛杉矶的这件事情啊，不断的去转发川普的这个推啊，就等于说在支持川普。包括呢，对这个我们加州州长纽森啊，他也是别人批评纽森，他也马上都给转一下啊，这极尽示好了。那怎么样？这个我们要转到中国话题了。加州的那个骚乱，你们还什么？咱们觉得有什么要讲的吗？我倒觉得没有太多可讲的哈。这个对我都要讲一下周末要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周末 No Kings 看看是怎么样。先说周末会发生2件大事哈，一件大事就是周末川普会在华盛顿 DC 举办这个大游行，不是游行，阅兵，就在美国历史上，1775年。就是6月14号，美国大陆军成立，对，这是那一天，所以建军250周年。那么今年还有美军海军陆战队 Marine 也是今年成立哈。那么这2支军队就是这是它的这个25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除了阅兵之外呢，还是川普的生日。然后呢，还是周末这个叫做极左派会，据说要弄出1500个城市的抗议，对，而且很可能会变成骚乱。Really would that happen？ 现在大家都看着哈，所以美国的执法力量，包括美国的军队，现在都非常紧张哈，一直在做这个防备的工作。对，这一点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6月14号美国这个陆军的阅兵啊，很多人说你这花多少钱？川普说大部分钱都我自己掏的。哦，是吗？是。他募捐。我早些时候我才在看到这个左媒在批他，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国防部那么缺钱，你要花4000万块钱。对，他说大部分是他自己掏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的。所以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因为中国今年9月3号也要搞一个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估计有12000到15000的士兵要超过这个广场。当然他那个就比美国这个贵多了，因为他前面训练就要最少6个月，
每个人要操步啊，那个这个训练都不一样。对，美国阅兵一共历史上有2次，一次是2战之后1946年有过在第5大道的大阅兵，那当时规模是很大，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次阅兵。第2次呢就是海湾战争，海湾战争那是1991年，几乎美国历史上因为。他们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他们反对纳粹等等，他们被英国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军队所镇压，所以他们对政府的权力，包括这些，他限制的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阅兵的。所以川普一说阅兵嘛，阅兵在第1届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想法，对，然后就几个飞机过去了，就没整成。然后他都说他是独裁，他是 king 啊，他要炫耀自己。这次呢，又同样的这些说法呢，又都扣到他头上去了 ，No king America No king 啊，天天都在喊这个口号。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看到，因为我们看到呢，这次川普在反对洛杉矶的这件事情呢，非常的强硬。然后呢，他就直接给他的士兵发明了说，谁敢去给我们的警察、给我们的士兵吐口水的话，我授权，我让你们去反击回去，给我打回去。哎，所以你就看到他是非常愤怒的，他对于警察的遭遇，对士兵，特别是阿富汗撤军的时候，让美国的军队成了一个笑话。对啊，那对川普来讲是不可容忍的。那你包括呢，他觉得美国的战斗力不够好，然后让 LGBT 啊这种。变性人全部从军队撤出去，所有的这些，我觉得恰恰是美国的那种真正的男子汉的力量，或者是美国的力量的一种受不了了一种，他们也在崛起。你那边是 woke 觉醒，他这边是崛起反弹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次呢，他不是为了要自己要干什么，他真的是要让军队，让美国崇扬军威，从来让警察，让整个国民为美国的军队而骄傲。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件事情你在媒体上一股脑的全都是骂他的，哎呀，全是骂川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是那句话，你在美国的媒体上你是看不到美国的民意的。但是呢，这一次洛杉矶的这次的抗议，这是真的民意吗？你怎么看？就洛杉矶的这个抗议是美国人支持的吗？是美国人都这么认为的吗？对，这就是一个就是背后的叫做极左派的团体精心设计和发起的东西，包括他们这个抗议的叫做面罩也好哈，包括的盾牌也好啊，全都是叫做系统的。就是说大量的提供，每一个都是几十块钱一个啊，没那么简单的，谁哪个掏自己腰包弄成一卡车的东西啊？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回事啊。这种是中共当初针对国民党，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做的事情，这是表面的前面的什么学生运动啊、工人运动啊，背后全是党在背后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版本的共产党的这个组织这种叫做造反性的这么东西。或者叫叛乱性的东西，所以呢，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给这些事情报道的媒体哈，我就昨天嘛，我才看到一个，我今天早上也说了哈，我的一个网友就说，他说台湾，他说对这个骚乱的解读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对，没错，对，因为全都是抄美国左流媒体。对，一定，因为他们讲的就是美国政府推动的反移民政策，受到抗议。对，它是另外一个解读。但这个事情啊，不同的人可能他从不同的角度去关心这个话题啊，这个事情。但如果你放在一个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里面看，你要知道。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怎么讲？古罗马是这种情况，中国这王朝鼎盛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类似这样的情况，它只是以不同的名义会发生啊，但是呢，它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就是按照按照这个。汤恩比就是历史研究那个英国历史学家，他的说法就是他把这个分成这个外部无权者、内部无权者和内部有权者。这个当然他是分析罗马帝国了，他是讲内部有权者呢，就是有产阶级啊，这个 law 或者是元老院的或者是军官啊，他们这一批人。内部的无权者呢？最开始是本国人，最后呢，大量的都是移民，就是外面移民，包括犹太人啊，包括其他国家移民到罗马的这些人，变成罗马公民的这一批人，最后
他们这个阶层慢慢就会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内部的无权者和外部的无权者一定会联合，最后对这个国家损害会非常大。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不就是类似这样？你说移民反移民，或者和他的内部的无权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代移民也好啊，或者怎么样，那和外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势力，它就会结合起来，然后反对这个美国这个主流原来的这个整个这个社会。问题是，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是跟那个非常非常类似啊，很多那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你像唐朝是怎么倒的？黄巢起义。唐朝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安史之乱呢。诸侯嘛，唐玄宗。那个安禄山是什么人？胡人。对呀，安禄山就是移民嘛。他的军队里面大量的都是这个外族的，这个其实就是他不是这个民族里面的主体，然后他是外族人进来，但是他地位比较低，然后等等，然后最后受不了了，全面反抗。整个唐朝就是最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然后后面乱了100多年，最后当然是另外一个。他是通过这样一个来谈这个事情啊。现在美国感觉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但是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美国内部就是它水面以下的不叫共产党的那批力量，它在利用内部的跟外部的，就像当初的中国大陆的工人农民一样。对。就是那什么贫下中农这些佃农被煽动，最后变成军人，对不对？最后去推翻现有的这个中华民国。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内部有一个毒瘤。这个毒瘤其实他们是谁，在什么地方？其实我报道做了这么久，我大概在2015年我开始找这个人群，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些人就是在顶尖的大学里头，作为这种所谓的思想家啊。对。那么他是这种处心积虑的，要利用这些，就是你说的这些无权者，把他们最后煽动起来，他们是被动的被他们弄在一起，最后成为一个这个攻击美国的力量。对。最后当然了，我同意，最后的结果是颠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没有这群人的话，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熔炉确实非常了不起。形形色色的人等最后都变成 American。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包容力和融化力非常强，就有点像当初中国的一样，中华民族一样。美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遗憾。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多的这个早期的组织和运动都是在美国开干的。包括5·1，我们说这8小时工作制，那个整个这都在美国开干。但是呢，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是最不被接受的，在欧洲就是很成功啊，相对来讲比较成功。我在90年代有一次去瑞典，在一个地方挺开心的。他说觉得今天街上没什么人呢，觉得挺舒服的。突然看到大量的警车出来啊，就部署了。说没闹清怎么回事，你就看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哗，人群就开始往外走。我当时吓一跳。他那个旗就是红的，上面是共产党的标志。就是为什么呢？那一天就是 G7峰会在那个市中心那边开，这帮人就要出来了。那次，但是那个时候呢还好有暴力冲突，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你要知道，这一批人是处心积虑要搞了很多年要做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它之所以存在，它就是利用了贫富悬殊，因为它讲的是阶级斗争。但是在美国，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文化马克思主义设计了一系列的斗争，和这个斗争包括性别斗争、种族斗争、肤色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啊，各种各样的斗争。所以任何一点只要是有冲突的地方，他就会去利用。现在美国做的，你看我们6月14号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支持这个变性的，就是说，这个一系列的，他们会集中起来会做这个事，也就是说，这个是他利用所有的矛盾，他挑动所有的矛盾，到最后一个大爆发。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叫什么？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个是他典型的，就是说，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冲突、有矛盾，我就有办法。
但是你没有哪个社会说我们这个社会没一点矛盾都没有，基本上很难的。这个有这样一个社会。你们看哈，这个呢，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加州，再拿起来一点，在我们加州，然后星期五你看他怎么讲的？叫大游行嘛。哎呀，他就是叫全美反独裁大游行，看到了吗？在加州，然后呢，在乌伦，也就是奥克兰这边，这个组织呢就是 AAPA， 就是 AAPA 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呢，打出的口号叫"美国无地皇，民权须自强"等等等等哈，乱世网狂澜，万众护家邦。这是在6月14号哈，已经类似的，这是拿中文贴出来的，在6月14号，看见没？星期六啊，全美抗议日已经打出叫全美抗议日哈。那这是一个呢，我们看到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这2天网上大家都在扒洛杉矶的这个到底是谁啊给资助出来的？这个呢是《纽约时报》哈，之前就报道过这个人，但是呢说上海富豪资助了洛杉矶暴乱，可是呢这个上海富豪不是华裔啊，他是个老美。那么这个人已经就你能不能看到呢？就是这个人，他呢就是一个犹太人，对吧？一直呢和中国之间关系非常的好。我跟过这个人，对。开个软件公司的，没错。然后呢，现在呢，其实《纽约时报》就已经之前都给他，可能是不同的记者哈，就说他是一个非常亲共啊，非常亲共。他现在也在上海。这张图片呢，就是他叫做中国共产党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话语表达，在这个会上啊，这就是在那个会上，他在这儿，他主要是在这个人在复旦大学，在上海，对。然后呢，你看人家这老外哈，认真记笔记啊，这就是他的这个人的个名字。这个图呢，它的官方网站已经删掉了，但是呢，我们在网络是有记忆的，我们给它扒出来了，就这么个人儿。然后呢，现在呢，其实当年就给他报道过啊，被指呢通过亲共的组织向美国社会主义和解放党 PSL 啊，这个呢也叫巴勒斯坦组织的什么什么进步组织，捐款超过2000万美元，资助洛杉矶反 ICE 的骚乱以及哥伦比亚校园的抗议暴露，就全都是他在后面有这个。我虽然不了解他哈，我就在这儿斗胆来替他解释一下他钱哪里来的。虽然他开了个软件公司，他资助这些活动的钱都是中共给的，只是通过他的手转移到而已，他才不会把他赚的钱全部都捐出来呢。这都家常便饭了，对不对？这跟台湾的什么富人到中国大陆去来一趟，拿着中共的钱，最后什么去买台湾的这个媒体那个媒体的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中共对整个这个世界的渗透，尤其对美国，你看看这2天就都有背后有中共的这个影子。本来美国内部这个极左呢就闹哈，就是美国自身从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民主嘛，总是有2党有2派有不同的思想，但是呢背后的中共的影子，各方势力的影子，尤其中共，他最有钱呢，那么他呢在各个社区的渗透，所以我今天我看到天呐，中文的呼吁6月14号的在加州奥克兰已经出来了，那这又是谁资助的呢？真的是为了反川普的吗？这反的独裁吗？这川普被告成什么奶奶样了？去维护一个联邦大楼啊，就是维护，只是保护，都被变成了纽森要去告他。不过呢，川普这2天确实挺有好多消息，巡回法院已经把纽森告他的这个呢已经叫停了，说你的证据不充分啊，就是维护了川普的这个，包括呢现在各个州去告川普的关税的这个也被法院给叫停啊。7月3号有更多证据再去听，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的关税都会起作用。这你还叫反独裁？那个中文上面写的就反独裁哦。那我就请问了，那这是不是煽动呢？这是不是煽动？这个世界啊，就是有时候是真的是很无奈。你要问问你们，川普这个样，如果是叫做独裁的话，不。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是独裁的人吗？我就真的很奇怪，你们见过这独裁政治是怎么回事吗？美国人没有见过，正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所以别人告他这就是独裁啊，他们就觉得照单全收。照单全收。你们真的见过什么叫独裁？你们知道独裁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专制的体制是怎么运作的？专制的人是怎么样把一个自由社会变成一个独裁社会的？我建议，如果大家还没有搞懂这个问题的话，重新回去看《动物农庄》。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真正的独裁国家，好不好？我们来讲讲任正非的故事，好吧？对，高姐怎么样？要不要把那个《人民日报》的那个东西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
我得搜出来，你先把故事先讲一下。对，这个日期太有意思，出来了啊，好，展示出来了。这是哪一天的人民日报哈？其实这里有2个看点，一个看点，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这里有大版篇幅，人民日报等头版不是头条啊，最起码也是头版中显著位置，登出这个叫做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一个对话，对，讲的是什么呢？当然标题讲的是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这个话我觉得讲起来就比较敏感，因为在习近平时代，人家是不讲这个东西的，没错，对不对？其次呢，大家可以注意看哈，整个这个头版有李强啊，有韩正，有任正非，没有一个习近平，一个字都没有。没错，你怎么看？这个已经不是说这个这一天，而是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那是个 big deal 吗？是算是个事儿吗？也许人家就是记者就没写啊。没有，那当然是一个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党报啊，《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哪一个领导人一个星期上多少次，什么位置，多大的字，要不要套红？这一系列都是极端讲究的，是吗？非常非常讲究。Okay. 我跟你讲，在《人民日报》的头版，除了领袖人物要上以外，国家领导人这个排省部级以上要怎么排上去，都是要排队的，不是因为新闻。跟新闻没关系，而是因为它就是必须按这个排的，所以。除了政治局以上的这些人啊，就是这个正国级以上的这些人在头版上会出现，剩下的只要是普通的人，包括下面的官员，包括省部级的官员，你如果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面，那一定是中宣部的意思啊，一定是指定我要说一个什么东西，要让这个人把这个话说出来啊。那我问个很笨的问题啊，因为我毕竟30多年前这个离开中国哈。人民日报本来这个烂报纸都没人看，他要再搞这一套的话，那不是更没有读头了？那你这个你不了解，你知道中共啊，我们说9000万党员，有1000万几百万中高级干部啊，1000多万低级干部，每个人都要往上爬的，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他们是读者，他们才是读者，他们是最重要的读者。中共的体制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不是法制化，也就是说每个人做什么事情啊，不是按照法律，不是按照规定来做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在下面都要深刻领会上级的精神。怎么领会？我问你怎么领会？你通过什么去领会？他的领会上级的意思啊，他有很多模式的。除了他讲的话，因为他的话不能这样说的啊，把这鸭打死，他不能这么说啊，他不能这么说，是吧？他这个话里面是有话的啊，你要从这个里面以外，你还要从这个排序啊、见报的频度啊，你要一系列的靠这个来揣测北京的意思、中央的意思，谁得势了，谁失势了。他要揣测这个东西，可能对一般的你说我在街上摆个小摊，对你来讲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对于很多基层的，就是中低级的一些官员来讲，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看得懂，他们才知道你要踩哪条线，你要怎么上，你要往上升的话非常重要。我认识过一个也不算高级，也是中级的一个官员啊，当然他一辈子在中共党内。他90多岁，天天看人民日报，而且还拿笔，有颜色的笔在上面画。然后当然他的孩子就问他了，说你都跟你没关系了，你看这个干什么？他说你们不懂，你们能看出什么？当然他子女看了吗？这什么都看不出来是吧？你们太笨了，你们这都看不懂。他看出来的东西和你们看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他看的什么？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任正非作为一个中国的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哈，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他并不是他这个人很重要，而是他这个角色加上他要表达这个意思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你要知道，现在北京可能正在有某种转向了，从这个内循环、双循环转成另外一种东西，这个它就是大家要猜测的。你要知道，我记得有一个中共有一个
知识分子啊，在文革的时候被抓的丢到监狱里面去了。在监狱里面，他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他在监狱里面呢，什么媒体都看不到，是吧？唯一能看就是人民日报。他看人民日报，有一天，他突然把他的那个毛主席语录拿出来了，把前面那个再版前言啊，那是林彪的，瞎给撕掉了。所有人吓坏了，说你撕林彪的像，撕林彪的那篇文章啊，你们都没读过毛主席语录啊？那个小红书那个小语录，翻开以后，首先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是吧？一翻开为人民服务，再翻开叫再版前言，那是林彪写的一篇短文章，介绍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他就把那个全撕掉了，撕掉以后，没过几天，这个监狱的那个人就这个看守就进来了，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学毛主席语录，每个人有一本啊，交出来，交出来，交到他那儿一看，哎。丫的已经把它撕掉了，就还给他了，就瞪了他一眼，就还给他了。其他人都收走了，再过一天又还回来了。大家一看已经有剪刀把那个再版前言全部剪掉了。所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得意的要命啊！他当然他的回忆录里面写的很详细，他是怎么发现的这个人民日报的报道，建外宾的次序啊，这个林彪已经不见了，他判断这林彪肯定出大事儿，不是一般的出事儿，而且出大事儿，所以他果断的把它给撕掉了。他很厉害，当然那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这个只是党内的，外国也是这么看。我跟你讲，那个对中国的这个间谍啊，对中国情报。最关注的，原来说几个国家啊，4个国家最厉害，美国、英国、苏联，还有台湾，还有日本。英国没有吧？日本有啊，日本有。台湾当然也很了解，你去台湾，他们有个叫匪情研究中心啊，那时候叫那个著名的明居正教授曾经在匪情研究中心里面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的。他们怎么看这个分析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也是从这个媒体里面看的，也是从那当然现在人民日报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央电视台了。对，因为你现在视频，因为大家看电视了嘛，已经这已经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所有的这种东西，它还非常微小的变化都可以从人民日报、从中央电视台里面来表达出来，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啊，省委书记出来啊，这是省电视台啊，省委书记你要一个活动，你要给他最少5秒钟的画面，省长出来4秒钟的画面啊，然后副书记就3秒钟啊，然后依次就要排下去等等啊。他有一次那个省委书记的秘书就打电话来了，你们怎么搞的？然后你们这个我们书记怎么也变成4秒钟了？一顿批评啊，那个是非常厉害。你错一个字，那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你这少了1秒钟，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事情绝不能小看。所以大家你要仔细看人民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它那个官方的东西出来，它这个是一个机制，它就要通过这种东西呢，向全党和这个干部透露他的对意思，下面人怎么样去深刻领会上面的精神呢？除了他说的话，就是这种排序，各种各样这种小的技巧，你不会看的，你看不懂，完全是套话，一堆八股，有什么好看的？这样是这样，我明天去买个码表，我看中央电视台我就查码表。我来读读怎么回事。但今天早上我们讲这个编前会时也谈到说哈，比如说这个叫做领导的名字写错的话啊，哇，那个一个习近平写一个错，从上到下全部撸掉是吧？对，就是这都叫做重大政治错误。没错。无锡日报的是2015年发生这么一件事儿，他把习近平给写成了习近年啊，过年的年啊，无锡日报就这个。然后呢，写错了之后呢，就是严重错误哈，从上到下编辑哈
全部被撤职那这是2015年。后来呢，像这个腾讯叫做重大政治错误，腾讯高管被撤职，你到网上都能查到的。对对对就也是在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的时候，讲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弄成了一个发表的表嘛，发标重要讲话，发表就发。我们现在打字啊，用拼音经常会出来字会错，你这是明显就是错，但是呢，主编全部给删掉。对还有一个撤职。对，还有他们在新华社工作的一些内部人士就在讲到，他们有一次把这个习近平的近远近的近嘛，写成了前进的进。从新华社的副主编。什么校稿的、审核的，分社，他那是一个省里面分社。对，然后从上到下全部给开掉，全部给，你能想象吗？还有温家宝也曾经发生过这个事儿，然后呢，也是编辑全部开掉，然后温家宝就那个打电话说不要处理他们呢，我知道你们这五笔字形容易错，就有这么件事儿，但是呢，涉及到习近平的事情，全部给你干掉，一字之差，1秒之差，你的饭碗不保。这叫严重错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现在也就是把你开除啊，你文革这就是现行反革命要枪毙的，非常厉害的。你那个，你别说这个，不是以前中国人穷啊，就是在北方拿报纸糊窗户什么的，这个你糊窗户，你哪天捅破了一个地方，那个破了，一看。正好是毛主席像那个脸上捅破了，你真的就是被枪毙了，你知道？所以他那个荒唐，对他那个体制决定了他这个很多的迹象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我见过一个老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当时在一个机关里面就是工作，结果一天不小心，啪把毛主席像啊。那个不是一个泥塑的那个像碰倒了，啪那地摔烂了，吓得简直脸色发白，就说完了，这下完了。为什么？因为他出身不好，还是右派，那你这个肯定是现行反革命，你恶毒攻击毛主席。对，你也会很惨。结果旁边有一个哥们儿，就是跟他关系特别好的，就跟他说，没事，你就说是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无产阶级，他是孤儿，他是从小入党。就当兵啊，从那个东北啊，孤儿就是当兵的，所以这说我不小心啊，别人也就不拿他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在中国这种事可以是非常严重的。我那个时候看一些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这还是你真是碰坏他了，对吧？有一个人洗衣服，那咱们都知道他拿手搓嘛，然后旁边人聊天他就说这个衣服就领袖是最脏的，就给举报了，这个人就立马给打成现行反革命。当时我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时代。我想了，到了21世纪吧，结果天哪，习近平的进字你给他写错了，整个从上到下全都给你撸掉，整个给开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你们看，我们来分析任正非。任正非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6月6号到7号有一个长江三角洲的这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挺有意思的，因为它都是省级的干部。6月6号，它是年度的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江苏南京，上海市的书记、市长，江苏的书记是省长，然后呢，浙江省委书记加上省长，安徽省委书记加上省长，这是长江三角区最重要的经济发达部的这。党政干部全都参加了。往年呢，过去连续开3年了，都是呢要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长江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都有这样的话。今年呢没有了，今年呢光是报道的是深入，就刚才我说的，只有习近平关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了，没有指示了就是这样的。你看，可能我有的时候就听大家看，我说你们真能抠字眼儿，这简直这说明问题吗？捕风捉影，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跟你讲，说明的第一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高捷可以去当官了。你可以去那个在中国当官，你已经能看出区别了。有啥区别啊？这不就一个重要讲话精神，完了还有呢，习近平同志的指示就在一个指示一个精神，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用词重复的次数这里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有些东西是中宣部要发文的，发下来以后，你们再提到这个事情，你必须如何。强调什么什么重点什么什么如何，它有非常多的要求，所以对下级的人来讲，
很简单，我做的事情比这个要求更高，我不会犯错误。比这个要求低，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层层升级。对呀，你说这个就像是我们是伟大领袖，那就不行了。你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什么你一直加，拼命的往上加，这个你就不会犯错嘛。最多说你幼稚啊，你这个人。啊，这个太情绪化了，觉得批判你，这不会批判你，就是你不会出什么大事儿，但是会层层。但是你说的习近平这个是缺了一个重要指示批示啊，没有学这，光是精神了这几个字儿没了，会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就是那个方向，我们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的，但是这个事呢，很可能就已经不是他在管了。所以都有这么严重，就不是习近平在管了。有可能，因为你要套别的这个报道来看，你记得习近平好像今年初还是什么时候去了一趟上海，他去做了一个叫做“15+5”规划的一个座谈会，去了7个省的人，去七个省的这个省委书记。但是那个呢，就是很远啊，有的什么四川的，到处，但是那个他在长江，他本来就是据说他谈的主要都是长江流域啊，如何，长江旁边的这几个省的省长没有全去，说明什么？说明他那不是正式会议啊，他不是提前3天说啊，我们总书记要来谈一个这个问题，那是他临时的。安排那听到的也得赶快冲过去，那还得了了？缺席还得了了？你将来不想活了，不想保你的官位了。内部的人是最清楚的，就是他们看这个东西比我们看的详细的多，而且仔细的多。他们揣测到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比我们要清楚。对啊，你太殷勤的话，站错队啊。对。所以等于说，我们之前就分析过非常诡异的一些现象。现在今天呢，任正非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说了一个改革开放，这是习近平最不喜欢的，对不对？那他在出现这个位置，他说的话，刚才我提到的三角洲的这么几大重臣呢，那他们呢居然都不提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只剩了个精神，都没有了。那习近平有问题了呗？我再做个民调哈，因为今天早上咱们开会的时候，我问过石山嘛，就说你觉得现在在国内哈，起码就是说有政治敏感度的人有百分之多少认为或者相信或者觉得习近平出事儿了？石山，你觉得比例蛮高的是吧？对，我觉得7-8成最少。我们这样，我们问我们的观众好不好？我们观众，我们这里做个 survey， 我们小编做个 survey， 你相信习近平出事儿了，还是你觉得根本没有那回事儿？哈，我们看看我们的观众他这个比例有多少，好吗？我们就看一下哈。好，假如说有7-8成的话，你看任正非的文章在这儿出现，说国家越开放越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假如说现在像这个叫做坊间传的哈，这个张又侠、温家宝、李瑞环等等之类的，他们重新出来掌权，那这些人全都是改开派嘛？改开派，习近平是否定叫邓小平这一脉的。对，那么他们回来很自然会想到说，他们要走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去，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任正非就是改革开放的其中的一个某种民营企业家的一种，其实假民营企业家哈，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对，那如果中国走向走回改革开放邓小平那个版本的话，那是不是就有一条出路，重新又能走出来？你觉得他能够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重走邓小平的路吗？重走邓小平的路啊，恐怕非常困难。第一个，中国人不知道痛够了没有；第二个呢，你要大家回想一下，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做改革开放？他是有一套的准备工作的。OK， 这一套准备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地主地富反坏全部摘帽。你要知道，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啊。在我们读书的这个人出身地主，那是一件什么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下面开玩笑似的，就说那个老师这老师长得跟那个地主似的，他爹一定是个地主。你知道那个老师会把全部学生搞起来，然后互相揭发，把我这个朋友呢变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小学生小学生啊，你知道那个老师气到什么，暴跳如雷啊，就摔东西，你凭什么说我是地主？就是这种的。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是说那个年代，你要是有一顶地富反坏右的这个帽子，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灭顶之灾一个灭顶之灾？就你在这个社会上永远没有没有出头之日，任何人都可以凌辱你，对啊，甚至你的生命都不得到保障。你说我们高考，你考再高分，你考了那个，你别说现在600分、700分，你考了1000分也没用，你绝对不能上大学。内部档案里面，此人不宜录用。就你永远看不到的，你永远看不到，就在跟着你的档案就走了。所以你找工作，你什么你也别想做。但到了1979年，1978年开始，他们要改革开放做的一系列，就文革结束嘛，文革是1976年底，77年，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我们不搞文革了。然后到了78年后开始，就是第一，全部摘帽，地主。这个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地富反坏右，然后把这个原来国民党的关的这些所谓的军警宪特关了，可能有几百万，基本上都放了。宪是什么？宪兵，宪兵。你看中国最大的那个在哪儿？关在哪儿？关在哪儿？湖北，叫做沙洋农场，沙洋农场，对，那个你知道最多的时候关了30多万人，一个监狱，全世界最大的监狱啊，一个监狱关了30多万人，跨好几个县啊，那个地方，对，非常厉害，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个国家的2等公民，就一层叠一层，就全部，当然他做这个事。他另外的还有，那这个地富反坏就不用说了，走资派，是吧？右派，走资派，包括邓小平本人呢，还在走的走资派嘛，走资派正在走，他也要平反嘛，对吧？像习仲勋这种的啊，曾经做过这个反党集团首领的，也被平反。他们是为了平反他们自己，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事情要全部平反。所谓平反昭雪，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你要往前走，你得先解决原来积攒下来的这个社会怨气。这种怒气、怨气，你必须先把它解决掉。所以话说到现在这个地方，中国社会要继续往前走，你说再重走邓小平的路，你是不是要从第1步开始走，还是从第3步开始走呢？你要从第1步开始走的话，你必须把中国社会最大的怨气先解决掉，起码64你要平反一下吧，是吧？然后这个法轮功你要平反一下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给别人证明，你要把这个社会怨气先解掉，然后大家才可能这个实现一个社会和解的一个情况，才能往前走，否则所有都是空话。就像一个墙，你已经快烂了，你说咱们这刷层漆就没事了？你首先要把里面的问题先补好，然后你再装修，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想的，他们有没有这个胆识，有没有敢于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石山，你给分析分析哈。今天11号。10号的时候，中共有个官方通报，他这个通报呢叫做前中央防范和处理什么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他已经75岁了，他已经退休了，他曾经担任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他自2005年起担任他的中共中央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同年出任政法委的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兼中央文委工作领导小组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然后呢，他自己的在这里边还讲的话呢还很有意思，说他常年在海外工作。然后你刚才讲到第1步哈，就我看这个，刚才你做了那么多的分析，我们补充了很多，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无论是领导出席这个电视还是呢报纸，他一字之差，谁在头版头条，包括610的办公室的主任在6月10号这一天公开宣布，这太巧合了啊！610给拿下来了，怎么解读？解读。来，您那么敏感，你怎么解读？这等于是个75岁的老人，已经退休了，追上去，把他拉下马来。对呀，没错。而且还最有意思是610的主任，然后610这一天，那一般都知道嘛，610是当时江泽民要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成立这么个组织，是在当年的6月10号。对。然后呢，就叫610
610，共产党也挺有意思，他经常用这个日期就代表什么小组什么什么，他经常这么干。985、610，对，工程。哎，然后呢，那这个机构呢，从过去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国内、在海外镇压法轮功的头号组织。然后呢，真的是沾满了这个手上沾满了鲜血呀。这些法轮功学员也一直在海外，把他们都上到了叫做国际追查者的名单当中。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位。对，您怎么解读？我首先讲一下610这个事啊，我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1999年，然后425就开始，就法轮功学员有些去上访嘛，然后这个之后，6月14号有一个两办讲话，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一起有一个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有人说我们要镇压了。告诉大家，这全是造谣，没这个事儿。我有印象，对不对？6月14号那天是，然后说绝对没这个事，我们怎么可能？我们国家是信仰自由，什么讲了一大堆。但你要知道，他们要镇压的这个组织叫做610，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讲话的跟大家讲话的4天前，他就已经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负责全国的甚至全球的镇压。所以你要知道，共产党这个东西啊，说谎话跟他这对喝水吃饭一样。对，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像我这样的人到了现在，你说共产党讲什么我都没法相信。你首先你要把你自己的信用重新建立起来，对不起，你要做很多事，你才能建立这样的这个 credit。你重新就 rebuild，你要 credit， 这个是首先的。咱们回到高以晨这个事，我现在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某种这个政治动向的角度去来分析这个问题啊，因为他这个6月10号又把这个610的这个副主任干掉，给干掉了。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是不是在释放某种信号呢，还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有可能是偶然的吗？我觉得有可能。偶然的？对。什么叫偶然的？就是我跟你讲，610的主任下台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对，前面那几一大堆下场都挺惨的。对，包括孙立军，孙立军也当过。傅政华也当过，对，然后这个李东生也当过，还有不止他们3个，一堆人，就是610这个地方啊，这个办公室啊，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第2权力中央不祥之地。就是大家当了这个官啊，会出问题，没善终的啊。对，但是他到后来呢，他把这个610取消了，他并不是真的取消，他把它并入了公安部的，应该是。几局啊，我忘了，4局还是什么这是多少局？就是他有公安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局，是负责处理所谓邪教问题的，就是那个局，他把那帮人放到那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人呢，我必须讲，610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就有点像中央文革小组啊，或者是某一个领导小组。这种小组的意思就是它可以跨地区。跨部门，而且是直接上报，他有巨大的权力，他可以统领很多，包括军队、包括情报部门，他都可以统领。他手上有很大的资源，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资源他是秘密行动，所以这种人是特别容易贪腐。因为你手上的钱，我给谁了，我不用收据，我也不用有发票，是吧？我说我这个为了在美国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花了1000万啊，做了这个沟通了某个关系，谁知道？因为你没收据嘛。所以这种人他很容易把很多钱就塞到自己这种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呢，当时就恰恰是江泽民他说3个月就要消灭法轮功，然后呢弄这么一个类似于文革。工作小组，对，然后呢，整合叫做第2权力中央，整合跨领域的所有的中国的这个资源。对，我看那个时候有数据，就占 GDP 的至少是1/4啊，那全部用来去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为什么刚才你讲到你这个邓小平，你改革开放你要回到第1步吗？你要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吗？哎，那这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号吗？多好玩啊！6月10号啊，610这个主任又把它提了出来了。所以。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你刚才讲到了，如果你要去
像邓小平当年，你要想改革开放，你得像胡耀邦那样，你去做一系列的平反。他那个一系列平反，几乎把中国建政以来一切的那些事情全部做一个释放，全部做一个平反，对吧？这才是我们党要改，我们党错了，然后我们要改，搞出这么一个局面来。然后呢，他们还用共产党这套机制，又走了一个摸石头过河的路。那么现在我就说有意思嘛，现在6·4刚过去，他可没有任何，照样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或者说镇压法轮功的这个人，在6月10号把他提了出来，正式宣布，什么意思啊？这是冥冥之中一定有天意。就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说真的是有意要释放某种讯息的话哈，我觉得跟习近平关系不大，但是有可能跟把习近平权力夺回来的这一批这个原来的这些元老有关系，因为其中有些人确实对镇压法轮功是不以为然的，当初跟江泽民就是不以为然。对，那么但是我的问题在这儿哈，首先就是说，如果想重新走邓小平的路，一方面就是说你有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对，你要不要把以前的错误的东西把它更正了，把犯罪的东西把它摆平了，即使他能做这件事情哈，你再走一遍邓小平的路，走到未来，我觉得不是又走到今天吗？因为你经济自由，你是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带来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就带来对权力的叫做分享的一个，或者说对政治制度的一个叫做什么，把它搞好的一个期盼。最后要么就再掉进另外一个6·4，要么再掉进另外一个习近平，对不对？对，因为他的权力一定要保持绝对的垄断。你改革就是冲击他本身，到头又回到同样一个怪圈。没错。我的问题是这个哈，这些共产党人呢，就是这些中共的高层。他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可能处于一个状态中？我们最多再走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即使我们能够去做这些平反完了之后，自由的思想又会冲击他们，跟他们本身想坐稳共产党的江山是根本矛盾的。他们都一把年纪了，我觉得说80岁、90岁了，这么温家宝啊、李瑞环这些人，对不对？他再走一个轮回，这一辈子就这么交代了。无非把以前再重复一遍，对不对？不可能再有一个轮回了。对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有点胆子走出这个怪圈？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什么路给他们，对吧？在我看来哈，因为我觉得他们最担心的是2个东西，一个就是说中共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内见证75年，对不对？那么积累了无数的这个罪恶，很多东西根本就是叫做罄竹难书，而且全部掩盖在那个地方的。一旦他把权力一放掉，好家伙，全部账本一打开，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叫做就是葬身之地都说不好。第二呢，现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戾气有多厉害，对不对？对，这报复社会的事情3天2头的发生，大家这种就生活所迫哈，没办法，没就是那么多的叫做什么官府的欺压，他们这种感觉，他社会反弹起来会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共产党如果不执政的话，马上就是军阀割据，那么全国分裂，对中国也不好。对不对？所以我确实呢，我写了个推哈，我在 X 上发了个推，我就觉得呢，从平反6·4、平反法轮功，我觉得平反法轮功，我觉得是这件事情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它本身是一个信仰，是个非常良性的信仰，它的原则是3个字嘛，真善忍。对不对？然后呢，他当初在1999年在镇压之前，他是中国传道1亿人呐，而且绝大多基本上都是主流社会、主流的中国人群。对，一个国家，因为我研究美国的这个叫做立国原则哈，美国的立国原则，当时我就跟斯考森教授这个叫做探讨啊，美国的宪法写得很好，搬到别处去行不行？他说其实不行。对，因为宪法法律下面是道德，道德下面是信仰。那么当初就是因为有他的基督信仰。有这个新教的信仰，才建立起他的道德，才建立起他的大家都去守法，包括今天川普哈。那么即使对不对？他完全有领事裁判权，可以把这个外国的签证、哈佛签证全部挡住。法院一判，他就乖乖就照着做。这就是他对法庭的尊重。这背后是道德跟信仰，对美国的制度他有信仰。所以呢，我觉得呢，中国如果解决不了道德和信仰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以后是没有未来的。但是如果说法轮功作为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哈，其实法轮功学院在中国传的那7年之后镇压的20多年、26年，没有一例暴力反抗。就是真善忍，法轮功学院是自己亲身在实践的，而且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群，而且这个功法又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如果呢，对法轮功，就是说，当然了，有人说中共给法轮功平反，罪犯怎么可能给一个好人平反？他其实没有那个权利的，没有那个道德高度的哈。对。但不管怎么说，就是作为他们如果要走出中共，走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怪圈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他把法轮功平反了。那法轮功作为一个良性的真善忍这么一个为价值的一个价值哈，那么在中国大陆能够展开，
我觉得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戾气。这是我的看法了。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也可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当年的习近平其实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机会的，是2012年跟13年嘛，对不对？对呀，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这对反论工的镇压是江泽民嘛，邓小平的他政治遗产就是64了，对于江泽民就是反论工。其实，在江泽民自传当中，他自己都很后悔，他做这件事情让他骑虎难下，真的是让他骑虎难下。但是呢，习近平错失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当初插一句哈，我觉得他当初把李东生干掉，610就是习近平当时的考量。对，因为镇压反论工跟习近平其实是没关系的。这包袱没有必要习近平背嘛。然后，其实当时习近平还做了一些事情，你比如，郎教所。就是给解散了嘛。对那这当时你记不记得，习近平一上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他是带有如此大的期望值的。最后这路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天怒人怨。那我也国内很多人从上到下，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普通老百姓看着他都烦死了，大家都各种管他叫习包子呀，各种。所以习近平错失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今天中国走到这个局面，现在还在掌权或者是正在琢磨中国未来往哪去的这些人，你不想一想，习近平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你再来一遍习近平的话，对他们、对中国、对整个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那反过来对这些人，是不是又是一个机会？就像刚才你讲的，这是不是又一个机会？到底这样的机会怎么走？中国整个才会有一个希望，才能走上一个不要走到最不好的那个局面，有出路吗？您怎么看？我看不到什么太有没有可能中国也出现一个类似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一种人物能够和平的过渡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个台湾的明教授，原来我们谈的时候，他说只有2条路，要不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路，要不然就是蒋经国的路。蒋经国就是主动开放报禁、党禁。然后解除戒严，释放政治犯，然后就是他主动的去实现社会和谐、和解。那还有戈尔巴乔夫的路呢，就是他还是控制，是吧？但是他走了一条，这个是他的公开化、透明化，他政治上要希望能够，就是这个能够，比以前要。这个善良一些就怎么处理这个贪污腐败，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腐败问题。结果呢，最后一下子就全部都倒了。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齐奥塞斯库的路。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的这一位，坚决不做，最后是被别人用枪给直接冲锋枪直接给干掉。这是抓起来马上给干掉。所以其实就是大概这3条未来的出路就是这么3条。这个你怎么办？你怎么选？你自己去选啊！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或许我们只是这个受苦都怎么样吃点苦，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可能真的就是满门抄斩，这是全家被别人斩尽杀绝。这个后面是怎么处理？你们要自己去考虑。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最起码还是个善终了，对他个人和家庭，对吧？但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网上一直就有这样的把习近平和这个彭丽媛就代替这个齐奥塞斯库那夫妇2个人嘛，一直有这样的一些照片在流传。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么多现象聚集到一起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刚才包括那个长江三角洲，所有这些信号都在这个时候呢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也都在看。而且刚才你问网友有多少人相信现在我看到的是65%的人认为呢习近平出事儿了，然后不相信出事儿呢现在占35%。但是呢习近平权力出现问题呢这件事情，美国有这样的舆论，日本有这样的舆论，台湾这边也有这样的舆论，就是这个舆论已经不是一个民间的推特上面的这样一个讨论，而是呢成为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呢现在也有说白俄罗斯总统跑那干什么去了，其实呢包括俄罗斯方面都在密切的关注习近平现在的身体权力会不会出现真空各种的这样的一个观测。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意思，2025年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的确很好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些事情讨论讨论。对，你刚刚说的这几个国家，我估计主要的情报来源都是从公开材料上一个一个对比，用 AI 慢慢对比出来的。这就跟我们刚刚那个到底是个这个
习近平的精神还是他的具体的指示，是彻底领会，还是说要学习？这个用词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自己觉得习近平的确实出问题了，他的权力啊出问题了。但是他是因为什么出问题的？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权力的混乱，是在前，还是他的这个出问题在前？这个东西啊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因为最近在网上也传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江峰同学不是传那个说有类似，就是说俄罗斯的情报单位这个拿到的一些情报，说习近平是身体有问题了，说心脏病这个或者是怎么样，是什么病老犯，说如果再开那种比较见俄罗斯总统这种会议的话，对，或者是这个在开四中全会，压力一大，可能就会出问题了。所以中共，我是比较相信是这种模式，也就是说，习的身体真的是有问题。他有问题以后，就必须要成立一个过渡班子。这个过渡班子呢，你不能成立一个过渡班子，你什么权利都不给他，要不然你怎么过渡呢？所以你一定要放权给这帮人。但是这帮人在过渡的时候呢，就会限制你原来的这个人了。这个有点像以前中国的皇帝，中国的王朝的皇帝里面最大矛盾就是那个皇帝和太子。经常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又要交权给你，但我又怕你夺我的权，这个里面会出很多很多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的感觉。福祸相依啊，福祸相依。如果说习近平、邓小平有一次机会，是吧？然后发生了6·4，然后呢，习近平有机会。然后呢，走到今天，你刚才讲到第一个邓小平的第1步、第3步，你现在再换，再改革开放，全世界信你吗？他是尝试，他们那些人上来都是尝试要做类似的事情，想去社会怨气解一解。你记得那个？胡温刚刚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叫孙立刚案件，大学生，人大的。对，然后他不是把那个就是什么遣返什么那个收容遣返制度就给废掉了，然后又怎么样处理了。习近平刚上台也有类似的，他处理了很多什么蒙古的一些冤案呢，就是一些年轻人呢做了一些就被冤枉的。那个定了死罪的或者长期关押，他都只是说一定要解决抓腐败官员然后抓官员啊，然后又取消劳教，他也试图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他个人能够控制得了的，因为他是这个体制，他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他给他了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啊，可以做大善，也可以做大恶，但是很容易就是去做大恶，太容易了。是，这有时候工具决定了结果，你没办法，这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这次呢，可能又对那些人，或者是习近平的，如果身体出问题了，对那些限制他权利的人，或者是在琢磨中国未来的人，又是一次机会。那么这一次机会到底怎么样去把它抓住，走一个什么样的路？那真的是要么像习近平这样，像邓小平这样，每个人都背上政治包袱；要么要从这儿开始，整个进行一个民族大和解。你能不能做得到，让中华民族真的能够重生，释放出所有中国人民的智慧，不要再用铁链子绑着腿、绑着手、绑着脚，就全世界就你们那几个人。那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去想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那刚才讲到的法轮功，真善忍，对美国今天出现的许多的问题是人不行了。那你的法律它就会钻所有法律的空子，人不行了，他不信神，没有道德，没有基本的底线的时候，搞出一大堆什么都对，混淆了所有的这个是非，没有道德标准的时候就不行了。那么中国也一样，当你把这个人搞坏了，那就一切也都彻底完了。相反，那如果能够将人的道德或者是人的这个基本的素质重新回归的话，这个民族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对中国是绝望的，都觉得你们总说，美国人也说把中共和中国区分开啊，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但很多人就发出一声质问。
现在你还能分出哪些不是中共的人吗？那真的是在问出这样一个良心上的话。所以呢，这些事情都放到这儿的话，中共的未来怎么解？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讨论的比较深先放到这儿吧。这个话题可能以后还要再说啊。随着这个中共的政局进一步的清晰之后，非常诡异啊。怎么样？我们最后还要谈那个馆长的事儿吗？我们时间太对，好吧，那是这样了。本来想谈一下在台湾馆长180度的大转弯，我看好多人在谈，我们就不谈了，大家可以在别处去看哈。对，那我们今天就都先说到这儿喽。对，好不好？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走之前记得大家能够订阅、点赞，然后呢，别忘了给我们留言。还有呢，那个 T 恤哈，那每上面都有一个 slogan， 有一个口号，你也可以呢去把你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去打一个口号。如果被大家选中的话，我们再做一个文化衫。希望大家赶快把这个方伟时间呢推到30万以上啊！对，我非常希望被邀请，我还可以带2个朋友一路被他们同时跟他们邀请哈。好的呀，谢谢大家的观看啊。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周五再见喽，拜拜。